哦，对了，另外我们官队认为本案还有一些特殊的疑点。官队。哦，目前还有2个地方，我觉得有点蹊跷。第一就是在董乾的车里发现的那个长筒望远镜。这个望远镜的材质是碳化的复合橡胶做的，随便谁一摸就能沾上指纹。但是这个上面非常干净，没有任何的指纹。当然也不排除董乾在每一次用完之后把它擦拭干净，但是这事儿有点古怪。其次就是我和周警官在第1次走访董乾的时候，发现他的酒架上放了好几瓶的拉菲，其中年份最早、最贵的那支红酒，和董乾一起失踪了。验尸报告表明，董乾的胃里、食道还有嘴里面都没有红酒的遗留。这么贵的一瓶红酒，将近30万，就这么没了，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。官队，您提的这2处疑点有什么建议性的推测或者是侦查方向吗？像这么名贵的红酒，流通的范围应该很小吧？对，我觉得可以查找和监控一下这种高档红酒的流通渠道，看看近期有没有人出手一瓶61年的拉菲。官队的意思是，本案除了董乾，还有可能存在其他的同案。我确实怀疑这个案子，除了这个董乾和被害者，还牵连其他的人。至于这个其他人跟董乾是不是同案，这就不好说了。就像周队刚才说过的一样，这个案子有可能还活着更多的被害人，所以不能排除可能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所为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也有可能董乾是被某个被害人出于报复性目的而杀害？这儿，董乾上吊的现场勘查的情况有什么进展吗？没有。通过现场侦查，我们发现完全符合上吊自杀的特性，而且我们还特别注意了一下董乾脚下的石块数量，完全符合那个高度，他可以刚好把绳索放在树干上制造绞索。但是现场的地质状况不好，足迹采样很困难。总之，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董乾之外还有其他人在场的证据。那好，咱们就继续按照这个方向侦查下去，尽快的核实所有被害人的身份，也按照官队所建议的，调查一下本市的高档红酒市场，争取早日完善所有的破案细节，圆满结案。哎，周，陪着点啊。关老师，您在看什么呢？验尸结果和现场勘验都符合上吊自杀，怎么符合？不是说，所谓符合，就是所有证据推测出来的，对吗？那仅凭推测，怎么就能确定他就是上吊自杀死的呢？我们肯定都是通过合理的推测呀。车上有拖车绳吗？有。去拿来。哦。
老师，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要不要再多叫些人过来呀？没事儿，我这2只手在里边撑着劲儿呢，不会有危险的。一旦不行了，我就赶紧挣出来，放心吧。那您要是挣不出来该怎么办啊？上策呢，就是你赶紧过来，抱着我的腿往上举，明白吗？中策就是你可以先打电话求救，再过来抱着我的腿。当然，这样我活的几率也不大了。那下策呢？下策就是你拿手机给我拍个视频，然后再把队里的人叫过来，看看我冒着生命危险做的这个试验跟董乾自杀有什么区别啊？哦。喂，哎，你怎么直接选择下策了？啊？哦。哎，对，别拽我腿，实验还没开始呢。啊，哎，好，听着啊，现在实验正式开始。那个，高亚楠怎么说来着？啊？因为窒息而挣扎。哦。就对了，这挣扎多长时间啊？啊，1、2分钟到3、5分钟。什么？那你还不赶紧掐表啊？哦。多长时间了？关老师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放你下来吧。你别往下拽我呀！现在有你呢，你想弄死我啊？哎，您看这石头散落的位置和现场还是一致的啊。你等着呢，你等我缓过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关老师，我。关老师，您这又要干什么呀？手机给我。来，自己看看吧。第一张是我刚才上吊的时候磨出来的印儿，下一张是董乾上吊的时候留下的痕迹。这难道董乾不是自杀啊？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？百密一疏。关老师，快点！哎呀，现在这4S店的销售人员，这培训素质越来越差。本来一个电话就摆平的事儿，害得我非得买个电瓶。哎，周巡管不管报销啊？上车。叫你买的东西呢？哦，都在这儿呢。喝吧，别客气。
CD 呢？在这儿。哎，没有精选集啊？这是最新的了。郭老师，您这是？怎么样？这2天跟我住一个房间，没休息好吧？肯定累了，好好放松放松，休息一下。叫你休息休息，不会啊？就是它了。电瓶是没电了吗？哎，这怎么？断电保护。现在一般中高档的汽车都具备这种电瓶低电量的断电保护，也就是说，一辆车在没启动的情况下通电，一旦车载电脑监测到车的电瓶电量低于某个百分比，就会自动切断整车的电源，这样开车的人就不会因为电瓶的电耗尽了而启动不了车这种尴尬。那我们找到这个车的时候，电瓶是完全没有电的。这么说，这种情况就根本不可能发生。目标已经进入金刚酒店，我们停在正门值守。啊，刘队，你俩回去休息吧。您放心，这个号暂时是安全的。我不知道，很难摆脱。我也不清楚背后还有谁，但是现在刘长勇死咬着我不放，您看，您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。没事没事，东西带没？带了。周队，这个呢，确实是安婷在服役期间的所有记录。根据规定呢，只能查阅，不能复制。还请咱们这边多多谅解。谅解，没问题，能看就行。哎，对了，关于那个5四手枪那些呢？啊，那个确实是安婷在服役期间负责押运的那批报废手枪。资料里面有详细清单，您可以核对一下。周队，听说安婷前段时间在京港闹出了点事情。是。说是她后来因为拒捕，持枪拒捕。
那他让我崩了。你们确定还有一个人？是这样，昨天我和关老师重新勘测了董乾的自杀现场，还有他的车。经过实地勘测，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确认，无论董乾是不是自杀的，都可以确定他的自杀现场是由另一个人特意给伪造出来的。此外，他那瓶消失不见的拉菲红酒，还有他现在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，以及他那辆车里莫名其妙被耗光电量的电瓶，以上都可以作为我们推测的佐证。那这个董乾，他们是同伙呢，还是仇人？不好说。不管这个人的真实身份，还是之前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感觉董乾就是死在他手上的。这董乾有多重啊？140、150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怎么了？昨天你们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他是怎么把一个100多斤的人给吊到树上？哎，是不是他拿了根绳子把他自己系了起来，然后就拴上去了？把自己拴上去那么简单啊？有句话叫死沉死沉的，听见过吗？别说100多斤了，你找个跟你差不多重的，你拴树上试试。不过这都是技术上的小事儿啊。既然你们都这么确定还有一个凶手，那就不妨朝着这条线查下去。周队，哎，您来一下吧。我先过去。关队，哎，高主任在楼下车里面验尸有了新的情况，他想请您当面的沟通。走。仔细点啊！哎，老关呢？刚被高法医叫走了，说是验尸有了新的进展。行，来，我问问，这2天你是不是24小时形影不离的跟着老关？是啊，一直待在一起。晚上睡觉也在一块儿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晚上睡觉你们是不是睡在一个房间里？这你知道的。他有没有和外界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联系？没有。周队，你为什么一直不信任关老师呢？啊？自从我们来到了这儿之后，关老师一心扑在案子上，尤其从一开始，我或者是任何一名普通刑警都有可能忽略的，甚至放弃的情况下，只有关老师坚持下来了。如果没有他的这种执着，那我们怎么可能发现这些线索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关老师是不是最优秀的刑警，但他的确是我见过最敬业的。如果整个支队大家都以破案为同舟共济的话，能不能少些牵制和猜忌？我知道是周队您把我从警校招到这里来的，我很感激您，也很敬重您，但我真的只想好好的学习如何做一名刑侦工作人员，而不是被当作用来监视关老师的间谍，或者牵制我父亲的棋子。周队，我不会继续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走吧。哎，老关，正好，江州总队的技术人员需要留下你们2个指纹，就是你们第一次来这现场留下的指纹，他们要做个排查，要排除你们。哎，我们的指纹队里不都有备案吗？
还会金刚曲呢，啊，你在这给他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省事儿。来，马铃儿的。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好。马铃儿的。齐活。等完了事儿，回江州会议室碰个头。这个案子我大概想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嗯，好。哎，赵倩，赵倩，哎，周队，排查一下。好。方老师，对不起，之前和这次都是因为……我只是个编外的顾问，周勋才是你真正的领导。作为一名刑警，要懂得服从命令，做你自己该做的，只要不干扰破案，就算尽到本分。关老师，难道说你一直都……我一直都想跟你说，没必要跟我道歉。关老师，那天晚上，您问我更喜欢您哪个样子，我想跟您说的是，不管您是哪个样子，我最喜欢的都是您办案时候的样子。先开车去。只有茶几上周书彤右手的部分指纹，关队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，或者被董乾打扫的时候擦掉了。我队里的存档比对过，比对过了，关队和周书彤的指纹都没有问题啊。不过，您为什么要我比对？没有为什么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。你们过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有很多线索呀，现在还没有落实。门关上，应该多派人手出去，把一些疑点啊尽快完善。哎，那是关队来了。哎。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说的，虽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做依托，但大体上都是推测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领导对案件的事实有一个轮廓。我后面会给一个排查的大方向，但这一块就要麻烦江州各位领导的支持。对，我和老关商量过了，不管公安部对本案的管辖权最后是否给出书面的指定，只要是侦查一结束，我们全队立马撤。谢谢支持啊！哎呀，客气了，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根据我们之前所掌握的线索，认定董乾对本案所涉及的5个被害人实施了侵害乃至是谋杀，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。但在董乾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凶手，我们现在基本认定这个凶手就是董乾的同案。无论这个人参与了董乾这5起谋杀案的哪一起，我敢确定，董乾就是这个人杀的。昨天晚上我和小周去进行了实测，发现了那个本不该没有电的电瓶，这事儿怎么解释？
我推测，在我们走访董钱的当晚，不知名的凶手将另一辆车开到了山崖边，然后以电瓶没电，需要董钱过来帮忙拖车为由，将董钱引到了这里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他应当已经计划好了要除掉董钱。当然，为了防止董钱起疑，凶手应该确实放空了电瓶里的电。董钱抵达之后，和凶手协商如何让车辆掉头，才能把车拖走的问题。而为什么董钱被发现时是用拖车绳上吊，而且死亡特征符合上吊死亡的情形？那是因为他确实是被拖车绳勒死的。我不知道这与凶手事先策划的是否吻合，因为实施谋杀的时机往往稍纵即逝，机会出现了，而凶手也没有错过。凶手虽然顺利地勒死了董钱，但在步骤上的偏差却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。他一个人是拖不走自己的车的。不过很快他就发现，鉴于所有轿车的电瓶规格基本都是统一的，所以他可以把董钱车上的电瓶换到自己车上。凶手自以为很巧妙的设置，却恰恰成为了他致命的纰漏。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董钱驾驶的那款 A4L 轿车具备低电量断电保护功能，使这个电量耗尽的电瓶成为了本案中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重大疑点。我们在复查中发现，董钱车上那个单筒望远镜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这个单筒望远镜极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，而他将望远镜侧距定焦的位置，恰恰定在了董钱之前抛尸的位置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应该是为了让尸体能够尽早被发现。那他是如何伪装董钱上吊自杀现场的呢？一旦我们确定了董钱是被凶手所杀这个前提，那么从他上吊自杀的现场就不难还原凶手伪造现场的方法。而这个自杀现场中，凶手还是百密一疏，留下了线索，绳索在树干上留下的磨损痕迹。不过老关，之前我问过你啊，100来斤的死人把它挂在树上，就算换成我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。这个死人是不是他没配合？这事儿不难，稍微有一点物理和机械常识的人都做得到。什么意思？定滑轮。凶手会在树上临时设置一个定滑轮，再用定滑轮把尸体吊上树干，最后只需要拆掉这个定滑轮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再回到现场勘查，应该不难在树上找到安装定滑轮的痕迹。关队，您的推测虽然比较大胆，但确实符合逻辑。那么您认定凶手很可能是董钱的同案，也是因为？从董钱车辆被遗弃的位置，使用他车里面已经被调校好焦距的望远镜，刚好指向抛尸现场。从抛尸现场又刚好可以看到董钱上吊自杀的所在。凶手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让这起连环凶杀案以董钱畏罪自杀的方式了结。刚才高法医找到我，给了我一些新的尸检报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4号被害人是从背后被勒杀的。可是他的颈椎错位却是从左向右。通常我们从背后锁喉应该怎么做？锁喉，通常锁喉，来，通常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从你刚才这个动作可以看出，颈椎脱臼应该是从右向左，这样才符合你从背后发力的这个位置。明白。就是说，4号受害人是被个左撇子从后面给勒死了。可董钱不是个左撇子。从尸体的证据看来，这个凶手应该是董钱的同案。那说好的排查方向呢？啊，小郑，你看一下那个传真传完了没有？好。进来。刘队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哎，老刘，什么情况？情况倒是一切正常。
不过姓叶的那小子很可能猜得到，或者是已经发现自己被监控，一直无所事事，东游西逛。他肯定换了新的手机号码，不过我们还得查出来。行吧，那我这儿也快完事儿了啊，等我回去咱见面聊。哎，等等，根据我们之前获取的叶方舟的手机号码，技术队调到了通话记录。从这上面看呢，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号码以外，还有2个已经被停用的号码。哈，猜出来，估计那2个号码也查不着了吧？对，那这2个号码不是实名注册的。哎呀，这小子跟咱玩某手游戏呢，严格控制这件事情的保密范围。必定叶方舟以前是咱们队里的人，千万别打草惊蛇。那你说，这保密范围控制在什么程度啊？除了你和我，还有……你说什么？关宏峰？对，叶方舟、关宏峰、关宏宇，如果他们不是一伙的，老关替咱们破这案子对咱们有帮助；如果他们是一伙的，正好让关宏峰可以露出马脚。到了。来，哥，没让人盯上吧？放心吧，没有人跟踪我。之前在金港那么多人都没围住我，到了这儿，他们跟我一样。人生地不熟，可我听说的是，要是没有韩冰帮助，213灭门惨案的通缉犯，可能在前天晚上就落网了。现在周巡和江州的警察都撒出去抓凶手了，他们顾不上我，找到凶手了。说起这个，差点穿帮，还是小周告诉我的。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？怎么是他？您好，您是物业的吗？我是修管道的。我们向沈阳警方核查过了，董乾之前在友邦化工厂任职的时候，曾经有多次侵害和猥亵男性青少年的行为，其中闹得最大的一起，受害者就是这个人。他叫冯坤，现年27岁。泄露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他正好当班。我们猜测，董乾一定是抓住了他一些把柄，所以迫使他变成了一个奴仆性质的胁送犯。你怎么确定就是他呢？这个纰漏还是你找到的。那天冯坤开车上山，开的是一辆物业公司的大众汽车。我们后来找到了这辆车，并且从车上找到了董乾车上的电瓶。可是电瓶的规格应该都一样吧？董乾的车刚买了2年，他用的是奥迪原厂的电瓶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一直在帮助董乾杀人？应该是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抛尸的工作应该也是由他完成的。你们那次到访惊动了他和董乾，冯坤那天晚上上山约了董乾，可能就是以商讨如何重新掩埋和转移之前抛弃的尸体为由。看来他是担心案发以后牵连到自己，所以才杀了董乾，并且伪造了董乾畏罪自杀的现场，而且还引导我们找到了那些尸体。恐怕不仅仅如此，刚才提到的奴仆性质的生活，致使冯坤在董乾的胁迫下，一次次帮助他实施谋杀、转移尸体，而且他还不得不用自己的一切负担他的生活，负担董乾的生活。你和小周不是注意到董乾入不敷出吗？其实冯坤也一样，他到现在还住在物业公司的集体宿舍里，名下没有1分钱，就算逃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待的细软。可能就是这种胁迫的生活，让冯坤忍受到了极点。你和小周的到访，应该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跑了。我想他应该是看到警察频繁地出入董乾的住所，担心纸包不住火，目前在逃。那你还不赶紧帮周巡去抓人啊？刘烨，要不你回避一下？好。
们现在交接吧。哎，这不还没到晚上呢吗？从查无此案开始，就是因为你的坚持，所以才慢慢揭开了案件的事实。每一个步骤疑点，还有每一条线索，都是在没有我的帮助下，你自己独立跟进的。所以最后的抓捕，你更有资格去完成。行啊，那现在这个抓捕有什么方向吗？手机、备忘录上都有，你照着上面应该能摸个8、9不离十。哦，对了，话说回来了，你去南山的那天晚上，跟小周说了什么？啊？恐怕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，你得跟小周一块儿回去。这个由他刚表白过的关老师，应该由你扮演更合适。黄老师，幸亏你提醒我要摘掉车牌，我看他还真盯着那辆车看了很久。走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。小伙子，现如今火车、飞机，还有稍微正规一点的长途汽车站，都需要实名购票。你的选择并不多呀。你以为你骑个摩托车我们就找不到你了？可是你恰恰疏忽了一点。我们呢，对你家里电话做了一个布控，发现你给家里去了个电话，而这个电话是从一个加油站附近的公用电话打过去，而离这个加油站最近的，不需要身份证就能登记的酒店，就这么一家。这条路是去沈阳的吧？你是沈阳人，出了事就往家跑，这也算是一种本能。这瓶酒不是董乾带走的，是你杀了他以后去他家里取走的，对吗？好酒啊，30多万，放6年前也得20多万。我猜这瓶酒是董乾用你在友邦化工厂的赔偿金买的，对吗？那次事故，原料工厂的门，警报响了以后，是我锁死了原料工厂门，可是被他看见了。可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不关那个安全门的话，你们厂子里的人死的会更多。我查过事故报告了，那2个遇难者其实当时已经处于化工原料之下了，没有生还的可能性。你的选择是对的。可是，他一直说是我害死了他们，他还让你供养他，让你帮他杀人抛尸，对吗？好酒啊！
61年，就是不一样啊，可惜没有像样的酒局。来。 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。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无悔，为爱赎罪。 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理想，一光三配，开往白天的夜，有没有终点？星光凋谢，落在眉间，轰轰烈烈，代价不限。 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。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。 爱假装无悔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？